我发现我的电脑居然能连接二维世界。二维的土著还把我封为神明，只因我可以把现实中的物品赐予他们，而小人献给我的祭品也能进入现实。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第一次献祭的祭品让我下成鲨鱼王。起初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游戏。世界定位完成，欢迎你，伟大的神明！这是您的神殿，您将其命名为……我稍微一想，就随手输入个字。多么精致宏伟的房子，这肯定是神造出来的。这里肯定是神明给出的启示，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定居。2个小人愉快地跑了出去，没过几秒，又带着5个小人一起来到了这里。他们在神殿旁建造了一座小小的茅草屋，又移植了一些浆果的灌木丛过来，开始在这里定居生活。您获得了这个世界第一批信徒信仰之力就是您展现奇迹的手段，请收集更多的信仰吧。我注意到右上角有2个图标，显示的是人口和信仰。看起来一个信仰者会提供1点的信仰值。最弱的降雨也需要消耗10点信仰值，看来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增加人口变成了首要问题。与其他模拟经营游戏不同，这里无法直接造房屋或者生产居民，只能等待小人自己繁衍或者聚集。目前能操作的也只有奇迹这一个选项。泡面就算越吃越有。电脑前，小人突然表现出一种异常的状态。伟大的神明，请求您的显灵。森林部落认为我们信奉的是恶魔，想要推倒神殿，请您展现神迹吧。看来这就是第一个危机，不过目前信仰值只有7点，连下雨都做不到，奇迹这一栏还无法使用。我继续摸索，最后在神殿内发现一个奇怪的神像，桌上有2个形状不一的放置槽，左边大的放置槽标注为祭品，右边小的那个写的是恩赐。不对，怎么那桌子和自己的电脑桌一模一样？2个放置槽，祭品槽的形状完全是键盘的长方形形状，恩赐槽是椭圆形的，难道是鼠标？随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大蒜，神明的安赐，一种特殊香料，也是一种药草。请问您要将大蒜赐予您的信徒吗？我的乖乖，这是怎么回事？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来头，不过我还是很想看看真实世界和游戏世界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神明显灵啦！圣祭万岁，圣命万岁！神明的大蒜，神明的礼物。小人跪拜祈祷，接着他们纷纷忙碌起来。他们合力开垦出了一片农田，农田里长出了细小的嫩芽，又慢慢变成了绿色的苗。您的恩赐让信仰得到了提升，大蒜正在融入世界，请耐心等待。这时，一群外来的部落手持火把，将神殿包围起来。恶魔小屋，必须毁掉！你们这像我的信徒。这是神明的宫殿，是瑶神殿，你们不能亵渎神明。森林部落根本不听解释，只是纷纷喊着要烧掉。看来要整个大火，好好威慑一下他们了。2维世界的天空中落下闪电，将牛角小人炸成飞灰。你们惹怒了神明，这就是毒神者的下场。处理完森林部落后，我就去休息了。等到第2天我继续游戏时候，人口从过去的7人变成了30人，信仰值变成了25点。神殿旁边现在有了5间茅屋，每间屋前都有一块方格农田，里面种的是大蒜。看来这游戏它能自己持续运行。这时画面上有了新的提示，您的追随者已经足够建立一个部落，您将其命名为……我输入了大蒜2个字，按照远古时期淳朴的取名方式，信徒的特产是自己恩赐的大蒜，叫大蒜部落也很合理。您的奇迹和恩赐让大蒜部落正式建立，摇神殿被更多远方的人知晓。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新来的人口身上，是森林部落的人。看起来一部分森林部落的小人加入了神殿的阵营，在这里定居了。人口多了之后，就有了简单分工，部落小人们不再仅限于种植大蒜和打理浆果。有2个小人开始进入森林打猎，还有1个小人在河流边尝试徒手捕鱼。总的来说，大蒜部落还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所有成员都还在为了食物而努力。神殿里面，我发现恩赐槽里的大蒜还在。恩赐的 CD 期看起来不短，早知道可以将真实世界的东西投入像素世界，还不如选些小麦或者一把弓箭。大意了。我的目光下移，忽然看到一个之前没有的东西，祭品槽里多了一个红色物品。大蒜部落 baby 献给神明的祭品，献祭活人，的确是符合原始人类供奉神明的习惯。请问您要接受信徒献上的大蒜部落 baby 吗？开玩笑，如果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婴儿，警察叔叔肯定找我去喝茶了。
我发现我的电脑居然能连接二维世界，二维的土著还把我奉为神明，只因我可以把现实中的物品赐予他们，而小人献给我的祭品也能进入现实。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第一次献祭的祭品让我吓成鲨鱼宝宝。我就说不要用 baby， 应该是成年人，能替神明种地和摘果子。不对，要用猎物，神明大人一定会喜欢野猪。鱼才是最好的，滑溜溜的，也不会伤人，神明大人一定会喜欢。神明大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品呢？其中一个小人灵光一闪，眼神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一样，双手捧着一个物品跑入神殿。请问你要接受信徒线上的精力手账吗？接受。我有些紧张，虽然知道两界的东西可以互通，可这一幕真正在眼前变成现实，我还是不自主屏住呼吸。手持精力手杖，我只觉浑身精神，腰背肌肉酸痛都消失无踪，仿佛回到了14、15岁。一碗麻辣烫可以吃7次。部落世界的魔法道具在现实世界也有作用了。也就是说，只要持有这根手杖，理论上就不用睡觉。那我岂不是可以天天加班了？这是射出神器啊！不对，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祭品真的能从像素游戏世界里带出来。有一位信徒萌发了智慧，请问需要转化他为先知吗？当然需要。大蒜部落出现了第一个先知，在先知的带领和影响下，所有人的智力有了稍微提升。第二天，一头不知道哪来的黑猩猩闯入了部落，它破坏了2块农田和一间房屋，地上还有2个小人的尸体。正当我准备搓一发闪电时，突然注意到情况有异。猪的力量，我像一样灵巧。猪鱼兄弟并不能造成多大伤害，只是让黑猩猩感觉到了厌烦。他丢下地上尸体，疯狂追向2个小人，而这回2人没有再继续拉扯，而是一起逃向森林方向。猪鱼兄弟是要将黑猩猩引出去，避免进一步伤害其他人。平时猪鱼2兄弟显得有点不靠谱，不过遇到这种大事他们是真傻。而我也立即点出奇迹闪电。不是黑猩猩，是恶魔的信徒。先知在恶魔信徒尸体里找到了一封信，目标是森林部落，趁森林部落猎人外出，尽可能嘎掉最多的人。我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森林部落，我们还是安全的。随后又有2个部落小人进入了神殿里。伟大的神明，有2位信徒做出了远超同权的壮举，请问需要转化他们为英雄吗？结束。继先知之后，英雄角色也能被引导操作。我选定某些地方，2名英雄就会在那一片地带探索和巡逻。相比先知喜欢善用思考，英雄更擅长到处探索和实地勘察。此外，先知和英雄还能进入一个更加详细的人物界面。相比猪鱼兄弟，先知还有一项特殊能力智慧。我将鼠标放在6项属性上，画面上显出每一种属性。这和英雄无敌系列非常相似，看起来以后不论先知还是英雄，都是可以带领士兵作战行动。神殿内，我们发现森林部落的定居点。森林部落认可我们的信仰，愿意与我们交流。我们受到了款待，他们想要用皮革和肉交换部落的大蒜。现在和森林部落进行交易，很可能会惹来恶魔信徒的攻击。不过这也是部落走向外界的一个机会，能够交易到我们缺乏的皮革和肉，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就在先知始终无法做出选择时，我便把他指引到森林里去。部落要想不挨打，就得抓住一切机会迅速发展，不然森林部落被干掉后，恶魔信徒掉头就得对付大蒜部落。不知不觉的竟然来到了森林里，看来这是神明的旨意，神明认为应该要和森林部落联合。森林部落人数看起来有上百人，住在森林里的各种树屋上。与大蒜部落小人不同，森林部落有2个明确的职业：农夫专门种植浆果和蘑菇，猎人用陷阱和木毛捕猎鸟、野兔和猴子。他们将猎物和农夫交易，并且还会用猎物的皮毛制作成皮革。森林部落的领袖叫做萨满，戴着一张木质面具。萨满和先知一直在进行对话。森林部落与大蒜部落结盟成功，您的信仰将会在森林部落里传播。我略感欣慰，先知一番骚操作连续立功，除了获得信仰，结盟还让大蒜部落有了一个可靠的贸易合作对象。最重要的是，恩赐也已经完成。到底什么东西是目前大蒜部落最需要的？文字、粮食、铁器、沙漠之鹰，可惜买不到。就在我有点选择困难的时候，电脑荧幕上又浮现出一行字幕。森
森林部落为了感谢您恩赐的大蒜，献上了一件祭品。仙人球随从，忠实的神明仆从，负责森林神殿里的打扫和供奉工作，是一群可靠勤劳的精灵。活的吗？你会打扫卫生吗？那就把这里的地面打扫干净。我翘起二郎腿，开一瓶昨天买的可乐，看着仙人球干活，心里莫名惬意。原来这就是神明的快乐。神明，附近发现恶魔的气息。我是这个世界的神明，部落小人献祭的物品可以进入现实，而我也可以把现实自己中的物品赐予他们。身为神明，我决定接下来的恩赐是小麦种子。先让大蒜部落吃饱饭，他们才有余力发展文字、陶器、冶炼，甚至是武器。饭都吃不饱，学习学个屁！伟大的神，感谢您的恩赐。粮食，可口的粮食。神明赐予我们小麦，我们需要好好利用起来，让神明的信仰更好的传向世界。到底是部落里唯一的文化人，先知这就很有大局观。不久，部落世界开始降雪，冬天降临了。外出的部落小人纷纷回来，大家都躲在屋子里取暖。好在小麦很早就已经种下，麦田丰收，给部落提供了许多粮食。面对寒冬，部落小人们一点也不怕。我们有小麦，有足够的粮食，家里暖和。冬天看起来会很漫长，幸好有神明恩赐的小麦和大蒜。这个冬天应该不会有人再冻死了。您的恩赐让信徒学会了种植使用小麦，信仰得到了提升。我记得大蒜增加了15点信仰，小麦这回是带来了40点信仰，看起来恩赐也是有效果强弱之分的。这个时候，森林部落忽然前来访。伟大的神明，森林部落想用一位濒死的救神使徒换取我们的小麦，请您能赐予一个启示。我看了看手里的金历手杖，以及在一旁小花盆里休眠的仙人球随从，这两个神奇宝物都原本属于森林之神，而神殿显示森林之神已经陨落，所以这些他持有的宝物才会流落出来。森林之神这样的神明，是否跟我一样是个人类呢？我微想了想，做出决定，换小麦虽然宝贵，但与森林部落结盟后就很难垄断这种粮食，与其可能被白嫖小麦，倒不如现在就做一个敞量交易。神明，您的仆人知道该怎么做了。萨满拿到了小麦，感谢妖神恩赐给我们的粮食。接着，森林部落的小人们从森林里扛出一个石棺，他们一路将石棺抬到了大蒜部落的神殿外，然后再由大蒜部落的人将其送入神殿。使徒濒死中，使徒能贯彻神明的意志与命令，聆听神明的声音，是神明降临世界的载体。按照上面的描述，这使徒似乎是我能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过要唤醒他并不容易，居然需要500信仰点。我只能将使徒的事暂时放下，继续搞发展的基本盘。我将茱萸兄弟一个调到河边，一个移动到森林里。他们之前一个是渔民，一个是猎人，这算是个斩所长。河里鱼多的地方都在深水区，需要船只，部落需要建造船只才能进行捕鱼。森林里发现了药材，上面有动物咀嚼痕迹和血迹，不过无法变异，需要有药师才能识别。咦，那面山上好像有人在呼救。大蒜部落的朋友们，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恳请你们的帮助。我们部落的猎人进入森林深处做最后一次打猎，可山上滑落的大雪将他们埋在森林北部。救救这些猎人吧！我们会在部落里建造神殿，供奉妖神，献上祭品和我们的忠诚。那就去祈祷妖神吧，只有最虔诚的请求，才能得到神明的怜悯和恩赐。我琢磨了一下，随后释放了猎人。森林北部上空出现一片灿烂金光，森林里的厚厚白色积雪很快消散一空，露出许多倒在地上发抖的小人。伟大的神明，感激您的仁慈，我们建造了神殿供奉您。您的奇迹让森林部落的态度变成崇拜。Good， 因为供奉同样的神明，森林部落正在与大蒜部落融合。我瞬间嗨了起来。
如果能将森林部落100多号人合并，那绝对是一个巨大提升。那可是100多信仰值啊！人口提升还会拓展神殿辐射的边界，有更多的人力，能触发更多随机事件。如今大蒜部落和森林部落之间已经多了一条更加宽阔的道路，道路两旁也陆续建造了房屋，有大蒜部落的茅屋，也有森林部落的树屋，两个部落变得更加亲近。我耐心地等待着两个部落的彻底融合。敌人来袭，西边来了一群蛮人，我们要做好防御。两名英雄的发现让整个部落行动起来，在先知和萨满带领下，猎人们纷纷拿起木矛，严阵以待。很快，西面的敌人露出真容。交出粮食，否则干掉你们。食べ物をくれなければ異端者は死にます。不要抵抗，神明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这群蠢货，你们触犯了妖神。嘿！猎人们面对这些野人非常吃力，不过好在有茱萸兄弟，这两位英雄表现出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专门在野人背后搞偷袭、敲木，这种战斗方式简单有效，让野人们连连吃瘪。很快野人们就被击退，离开的时候他们还骂骂咧咧。还敢反抗，你们死定了！食べ物もない貧しい部族、貧しいです。居然不肯交出食物，我们还会回来的。是蛮人部落，他们住在山上，没有智慧，像是野兽一样凶猛。蛮人部落很强大，每一个人都是强壮的战士，他们一直都在掠夺周围部落的食物，交出食物才不会被他们攻击。森林部落很大一部分食物就是被他们抢走的。他们是恶魔的信徒，得到恶魔的力量可以变成野兽，我们无法对抗他们。原来上次的黑猩猩就是蛮人部落的战士，没有智慧，野兽一样凶猛。我又看向茱萸兄弟，同是英雄，你们两兄弟为啥什么特殊能力也没有？哟，这两个老六居然偷偷升级了。这两项觉醒的能力都不是战斗技能，不过功能性还算不错，有寻踪术，难怪能发现蛮人部落出没。我转而将目光投向森林西部的群山，那里是蛮人部落的聚居地，得罪了神明还想走，没那么容易。喂，警察叔叔吗？我这里是机车厂宿舍，在外面的巷子里有一个人被绳子挂了起来，你们快点过来一下吧。原本休眠的仙人球随从这时候跳到了旁边，浑身尖刺绷紧，仿佛非常戒备。怎么？你发现了什么？神明大人，那是一种恶魔仪式。恶魔会通过残忍极端的仪式获取信仰，利用恐惧和无知蛊惑操控信徒。恶魔和神明的区别是什么？神明大人，恶魔便是异端的邪神。恶魔换一个名字，也就是另一个神明玩家，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在使用神明游戏获取祭品。看来我的小心点了，被恶魔发现，我可能就BBQ了。警方封锁了现场，也登门找我做了笔录。我如实说了自己目睹的情况，只是隐瞒了模拟器和恶魔仪式的部分。警方救援和笔录结束后，已经是半夜2点。你之前来过我们的世界。您卑微的仆从，这是第一次来到您的神界。我是森林之神大人赋予生命的，不过森林之神大人所在的神界和您所在的神界似乎并不一样，那里到处都是水，我太渺小了，完全无法理解神界是何等存在。森林之神是什么模样的？不可直视，就和伟大的神明您一样，无法形容您这样伟大存在的容貌。既然你是森林之神留下的遗物，那你就叫做小伙。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部落世界的冬天已经过去，遍布地面和树木的积雪这时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嫩芽和绿草。大蒜部落的小人们进一步开垦土地，森林部落的小人开始到处打猎，大家都回到了熟悉的生活里。看着地面上排列整齐、规模不断扩大的麦田，连我这个神明都觉得心情愉悦。大蒜部落和森林部落融合，信仰得到了些许提升，喷刺彻底完成，小麦融入世界。我赶紧看向右上角，信仰值从79.1下跳到了237点，人口也由38人变成了196人。接着我进入神殿里面。弓箭，神明的安赐，一种威力大、射程远的远射兵器，是军队和猎人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妖神降下了新的恩赐，弓箭，神级的弓箭诞生了。我们不再害怕敌人了。小人中，猎人们的反应最为高兴，他们迅速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弓箭，然后兴冲冲地奔向森林。弓箭，远程的利器，神明是要将我们武装起来。神明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与恶魔的信徒对抗。
我们需要更多的弓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战士和士兵。掌握弓箭后，大蒜部落肉眼可见武德充沛起来，而外出的猎人们也开始带回了一些像熊和鹿一样的大型猎物。部落的肉类和皮革的储备慢慢多了起来。注意看，这群老表居然用马桶刷手机。然而敌人非但不撤，还敢向他们进攻，却不知这是神明恩赐的武器。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新的部落——延迟部落。延迟部落听说我们掌握了粮食，想要和我们交易。延迟部落来的是2个小人，穿着亚麻质地的衣服，背着布包，看起来就很富裕的模样。大蒜部落的朋友们，我们希望用盐和你们交易小麦。这似乎是一个机会，我要为我的神明传播信仰。我看得很欣慰，还是先知懂我意思。延迟部落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考虑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呢？我们用盐可以交易很多东西，我们有盐池就够了。蛮人部落就在群山之中，他们信奉一位恶魔，他们会掠夺你们的，这不是问题。我们也信仰那位恶魔大人。我们部落的神殿里供奉着3位神明，其中就包括那位你们眼中的恶魔。我们部落依靠盐池和制盐生活，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贩盐，只要能生活得更好，任何信仰我们都可以接受。有需要的话，这里的神明我们部落也愿意信奉，只要你们愿意和我们交易。这延迟部落还是一个多神信仰部落，他们似乎相当讲究实际利益，倒是有一点早期商人的影子。随后先知和萨满到一旁商量了起来。部落如今粮食充足，可以通过延迟部落将神明大人的信仰传播出去。这对神明大人和部落是有利的。先知比较看重部落信仰的传播，盐对部落很重要，有盐就可以制作更多的腌肉，能储存很久，猎人们会更加强壮。萨满更在意的是实际利益，我们愿意与你们部落进行交易。大蒜部落与延迟部落展开贸易，延迟部落的态度变为中立。这里的商品还有不少，小麦、重要的粮食、弓箭、优秀的武器、皮革可以制成衣服、防具和包裹。大蒜是香料，发现了独一无二的商品——香料大蒜。我嘴角一歪，没想到最初的无心之举，居然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香料是极度昂贵的奢侈品，小麦、弓箭、皮革还可以算是常规商品范畴，大蒜却是附近独一份的香料。延迟部落的2个小人留下了2袋子盐，带走了许多大蒜，一路匆匆返回西面的山里。大蒜部落遭到蛮人部落的第2次袭击，开跑！这次猎人们早早收缩了战线，手持弓箭，他们在朱鱼兄弟2名英雄的指挥下，站在远处朝蛮人战士射箭。绝对人数优势和弓箭加持下，蛮人战士这次全军覆没，除去被弓箭嘎掉和逃生，大蒜部落还俘虏了4名蛮人战士。你们的部落在什么地方？绝不背叛。你们信奉的恶魔是什么？荣耀属于神明大人，你们这些异端都得干。你们如果老实说出来，我们会放你们离开的。绝不背叛。这4人一点不透露口风，经验丰富的萨满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你们的勇敢和忠诚赢得了我们的认可，为了表示我们的尊重，现在我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部落。这里有能吃饱肚子的小麦，有能让你们更有力量的弓箭，有美味的大蒜，还有肉干和盐。哇哦，不错呀！蛮人永不投降，除非包吃包住。加入大蒜部落，包吃包住。哎呦，萨满看人真准。蛮人部落是敌人，恶魔是敌人，绝不背叛大蒜部落。他们喊着和之前一样的口号，转换阵营堪称丝滑。我是这个世界的神明，部落小人献祭的物品可以进入现实。神明，你要我做什么？而我也可以把我现实中的物品赠予他们。在度过一次次的危机后，我的信仰值达到了501。苟到了那么久，现在信仰终于够了。将其复苏转化为您神殿的使徒，需要消耗大量信仰之力。请问您需要消耗我100点信仰值吗？我一咬牙，拼了！吾乃森林之剑蔡苏芬，遵循您的意志，执行您的神谕，为您的信仰之火而战。您的第1名使徒诞生，大蒜部落的信仰变得更加牢固。淑芬的这些数据和能力看得我神清气爽，有名字的角色就是不一样。智慧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基础技能，是提升各项能力的前置条件。弥留祈祷意味着苏芬是一名召唤系亡灵法师，森林之剑则是蔡苏芬的绝活，堪称神技。这种战斗之后能直接创造元素生物的能力，又不需要其他消耗，只需要以战养战，就能拉扯出一支精锐部队来。这一波操作下来，我看得心潮澎湃，忍不住笑出声。咦，蔡苏芬头顶上有一个对话框，难道说我试着打字？
苏芬，你能看见吗？神明大人，蔡苏芬能听到您的旨意。你为什么蒙着眼？我的眼睛失去了生机，有时会从眼眶里掉落出来，所以绑上双眼，避免惊吓到其他人。果然，这才是使徒真正特殊之处，他们能隔着次元壁和自己这样的神明玩家对话。你要提升等级，最快的办法是什么？信仰之力是使徒提升最快的方法。不过这成本也是非常之高，光是让蔡苏芬升到 LV16就需要1500点信仰。通常使徒是通过执行神明的命令，在世界中收集信仰，从探索、战斗、仪式和领悟中提升等级。和使徒打字聊天的感觉有几分奇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和陌生网友聊天的样子，新奇中带着几分期待。苏芬，你今年多大？神明大人，我无法记起我准确的年纪。你觉得大蒜部落如何？一个较为原始的部落，人口稀少，文明未开化，十分落后。你可以来到我的世界吗？其他人不行，使徒是可以的。这需要您将我作为祭品放置在神殿，我就会来到您所在的神界。您将我作为恩赐，我又会回到神殿内。不过我请求您不要这样做，因为……您在做什么？特森德勒阁下，请问您要接受森林之剑蔡苏芬吗？接受。神明，您要我做什么？我发现我的电脑居然能连接2维世界，2维的土著还把我封为神明，只因我能让2阶的物品互相交换。神明，您要我做什么？阿芬，你听我说，召唤你过来是有正事的。这附近出现了一位恶魔，你来找他的踪迹，同时保护我的安全。遵循您的命令，在下一定找出恶魔，护卫神明大人您的安全。对了，你的能力在这里还能使用吗？可以的。信仰之火孕育的能力能够超越界维，那就好。对了，阿芬，其他部落成员是不是也能送到这边来？大人，请不要那么做，那是极度危险的。低界维生命进入高界维，将被规则之力扭曲，最终沦为奇形怪物。唯有使徒，因为体内有神灵赐予的信仰之火火种，可以短暂停留高界维，但时间一长也会受到影响。那他呢？好像小伙完全不受影响。亲人求随从情况特殊，他本就是高界维诞生后被神明投入低界维的。那你能停留在这里多久？极限大概是15日，请您务必让我返回低界维，否则我可能会被高界维的规则之力扭曲，变得很奇怪。原来如此。虽然游戏里的部落发展很重要，但是真实世界里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阿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我的人身安全。广袤的草原上，先知和萨满遥望着夕阳。萨满，我打算建造一个300人的部队，需要多少人呢？大概需要300人。萨满，您的智商果然很高。冬天结束后，很快迎来了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整个草原都充斥着一种淡淡的黄光，地上的草地大片干涸枯黄，东边的河流也水位降了下去，露出更多的河岸。妖神大人，请您赐予我们雨水吧。热得受不了，再这样热下去，小麦和大蒜都会干死。仁慈的妖神，伟大的妖神，救救我们吧！我也不吝啬，直接花了10点信仰，展开奇迹降雨。神明降下了雨，缓解了炎热，但不能无休止的请求神明。神明已经给了我们工作，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工资？这太不应该了。炎热的天气可能还会出现，土地失去了水，田地里的小麦和大蒜都难以生长，必须想到一个长久可靠的办法。2名部落智者思来想去，都没有头绪，于是我将他们牵引到了河边。我明白了，在地上挖出一条沟，将河水引过来，那样就能够方便取水。2人立即号召整个大蒜部落，集全部落的人力开挖河沟。小人们起早贪黑挖沟，一点一点将河水引到了农田边，挖出一个小水塘，然后又从另一边回到河流中，让沟里的水变成了活水。随后界面上不断弹出新的提示。旱灾还在继续，但完工了初级沟渠后，大蒜部落虽然依旧苦恼于酷热，但基本的饮水和灌溉还是得到了保证。小人们也情绪稳定了下来。就在这场漫长的旱灾中，蛮人部落第3次卷土重来，这是一次举全族之力的一次抢劫。嘿，交出水和粮食，可恶的异端！抢水抢粮，不准反抗！我快饿死了，你们快点投降！蛮人部落看起来气势汹汹，他们喊出的口号却给我看笑了，饭都吃不饱了，还骂别人异端吗？要饭都不会要，将来你们怎么做打工人？如今的大蒜部落根本不怕这种数量袭击，猎人们手持弓箭，轻轻松松就将蛮人部落的战士射倒。此役蛮人嘎了10几个，剩下的都被俘虏，看起来他们已经彻底失了智，被旱灾折磨的自暴自弃了。
萨满稍微一劝，蛮人立刻投降，愿意加入大蒜部落，口中大喊绝不背叛，绝不背叛。这让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要投奔大蒜部落？你们部落现在是什么情况？太热了，部落死了不少人。部落已经没有粮食了，大家都很饥饿，也没有水。恶魔大人还需要祭品。英雄被恶魔作为祭品吃掉了，我们到处去抢不过，杀了很多人，最后我们就来到这里了。他们说的话也从侧面证明了我的猜测。恶魔杰克不是一个经营流的玩家，蛮人部落对他而言更像是工具人。到底蛮人过得如何，完全不是他考虑的事。他只会强行要蛮人到处去找猎物来献祭，连蛮人英雄也不放过。到此，蛮人部落算是名存实亡了，好歹解决了一个心头之患。我扭了扭脖子，伸了个懒腰。大人，恶魔的气息出现了。恶魔吗？这时候已经入夜，巷子里很安静，街道上只有一条白色野狗在晃荡，那里躺着一个中年男人，男人似乎喝醉了酒，靠着马路牙子，身边吐了一滩秽物。野狗一路走到男人身边，嗅了嗅，然后他做出一个让我没想到的事，野狗一口咬住男人的衣服，将他一点一点往巷子里拖去。大人，请命令我去狩猎恶魔。你去对付恶魔，我怎么和你联系？那用我的眼睛。大人，你可以通过眼睛观察和下达命令。注意安全，不要被其他人发现你的身份。是，大人。昏黄灯光下，之前那条野狗身体迅速鼓胀，前肢直立起来，它的皮毛从中部裂开，显露出一个被白色毛皮包裹的壮硕男人。我猛地想到，这模样不就是高清 Plus 版本的蛮人英雄？然后兽皮人在醉酒者身上呕吐出一滩血，他用爪子一样的手指沾了血，在醉酒者身上写着古怪符号。大人，这是一位恶魔信徒，身份应该是英雄。也就是说，真正的恶魔还在暗处。是的，他应该在某个地方窥视着。大人，因为戒为制约，我无法辨认神明的具体身份。忽然的，我感觉到视角剧烈摇晃了一阵，接着不动了，就像是画面被人按下了暂停键。不对劲，不对劲，上当了！我发现我的电脑居然能连接二维世界，二维的图主还把我封为神明，只因我能让两界的物品互相交换。神明，你要我做什么？终于逮到你了，居然不乖乖的让我洗劫你的部落，你真是找血！从今天起，当我的服从吧。抓住你了，你的废话真多。不可能，兽化仪式已经启动，你怎么可能还有理智？大人，是否要处死恶魔？这也是常规处理方法。不急，让我想想。先拉开他的兜帽。理发师丽萨一脸呆愣地看着蔡苏芬，她仿佛还是想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居然是他，之前还找过他。淑芬，你现在就保持沉默，逼格拉高。你这种高等玩家为什么还能留在安全区？委员会那些人真是欺软怕硬。淑芬按照我的要求保持沉默装高手，可似乎丽萨是个话痨，啥没问他就全招了。唉，成王败寇，这道理我还是懂得，我认栽。随后，丽萨将她身上的3个祭品交给了淑芬。我也升上过晋升区，被一个混蛋毁掉了奇观，所以降回了安全区。我只想要用兽化仪式赚点外快，好尽快回去。现在我就一个野蛮人部落，还因为旱灾崩溃了。你去自首，这事到此为止。喂，警察嘛，我是之前将人挂起来的那个小可爱，对，就是那个。我有罪，你们过来抓我吧。大人，这是恶魔献上的祭品。蔡苏芬张开双手，呈上3件物品。剥皮者之象加上邪恶捕兽，能力组合和象性上就是典型的1+1大于2，两者构成一个简单汤米。淑芬，这2个东西给你，尽可能不用，当个饰品。是，大人。对了，如果用不上的道具，还有别的方式处理吗？可以直接丢入神殿篝火，也就是信仰之火里，将其燃烧，获得一定的信仰。3件战利品，唯有高流信笺我保留了下来。这东西在丽萨手里是鸡肋，因为蛮人部落没有智者，也不搞文明发展，但在自己这却是一件有用的消耗性工具。蛮人部落信仰的恶魔已被击溃，不要错过机会，即刻将蛮人部落征服融合，消除威胁。请问您要将漂流信笺赐予您的信徒吗？是的。神明有启示了，蛮人部落的恶魔被击溃了，机会，好机会！先知和萨满立即采取了行动，大蒜部落派出了30名精锐猎人，由朱鱼兄弟带队，一路冲入群山之中，发现了蛮人部落。进攻！群山中显出一个不大的部落，这部落里只剩余20几人，他们住在一个大洞窟外。只是此时蛮人们都躺在地上，神志不清，看样子治好了也流口水。
很快，茱萸兄弟就轻松地将蛮人全部俘虏。随着善后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将目光放在远处的恶魔雕像，我点击奇迹，选中了地震。随着信仰消耗40点，选定区域开始山崩地裂，巨石不断滚动，雕像也迅速灰尘弥漫着，大量碎石很快将这附近彻底掩埋。大蒜部落和蛮人部落完成融合，信仰得到了提升。Good， 神明杰克的信仰在附近彻底消失，他的信徒将开始寻找新的神明。在一间昏暗的独立房间里，我说了，那是一个不该在安全区出现的高等玩家。我在晋升区获得的包皮者之相对他毫无影响，他用黄瓜3下就嘎了我的7级蛮人英雄。袁丽萨现在宣布委员会对你的处罚：在安全区伤害普通玩家，非法抢劫信仰，破坏社会秩序，你将会被处以10年沉寂，直到进入晋升区为止。处罚即刻生效。高等玩家也就算了，一个菜鸟新人也敢和我上嘴脸，毁我部落和通道，摇神小摇崽子。假日来来去去，上班永不结束，好不容易来个端午假，周6居然还要调休。下班后，我回到屋子里，游戏界面显示，大蒜部落的规模正在稳步提升，人口已经达到303，信仰值目前为20，而淑芬在昨晚的时候，我也将她送回了神明世界。部落里最近有无异常？大人，部落一切正常，并无可疑之处。不过，大人，我请求暂时移开部落一阵。不久前，我用弥留祈祷唤醒了一个亡灵，他说，在南方沙漠之中有一片绿洲，绿洲中有一个贝壳部落。贝壳部落饲养羊和骆驼，民风悍勇，而且掌握着与另一片平原相连的通道。我想进入沙漠，找到贝壳部落，将他们变成您的信徒，为您的信仰之火增加新柴。那就去吧。是，大人。大蒜部落发明了文字，所有人的智力有了稍微提升。部落时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就是文字，文字象征着文明。大蒜部落总算是从蒙昧未开化的时代走出来了。随着文字的出现，神明界面也做出了更新。粮食看起来是最充足，表现出一种健康的绿色。除去粮食之外，盐和皮革也都处于绿色的充足阶段。木头表现为黄色，显示储备不足；石头表现为红色，显示极度缺少。文字的出现，这些资源才能以文字为载体显现出来。看来，随着大蒜部落文明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复杂度会不断提升，与之相应的界面也会不断更新。我的电脑可以连接2维世界，世界的部落小人供奉我为神明，只因我能自由交换2界的物品。而我的部落在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后，部落小人们的智商也都有着质的飞跃。我知道了，猎物在死之前是活的。我发现我的头发越多，头发掉的越多，头发就越少，所以头发越多，头发就越少。先知老了，萨满也老了，我是要继承先知还是萨满呢？真是头疼啊！部落小人产生的众多思考中，有个农夫的想法引起了我注意。今年杂草和虫子特别多，又遇到旱灾，小麦收成很可能不太好，那样冬天时大家就要挨了。终于有个正经人了，真难得。于是我打开网页搜索了一番，经过筛选验证后，确定了下一个远程支援部落的物品。随后我在冰箱里拿了一个大土豆放在鼠标上。请问您要将马铃薯赐予您的信徒吗？是的。神明又降下恩赐了，埋在土里就能生长的马铃薯，耐旱的马铃薯，比小麦更高产的马铃薯。赞美我的妖神，不用工作还给我们工资。农夫们迅速将马铃薯种在新开辟的农田里，开始了新一轮粮食的播种和照顾。这时，部落激活了一件意外的事件。您在该区域击败了神明杰克，延迟部落的态度变成亲密。神明大人，延迟部落向您献上了一件祭品。祭品2字让我一下精神起来。我点开神殿，祭品槽里果然多了一个蓝灿灿的物品。蓝妖骰子，每掷1次消耗2点信仰，如果掷中6则获得一件祭品，来源不明。看到这描述，我的兴奋劲儿消散一空。延迟部落献上了一件赌具做祭品，这来者不善啊！掷骰的核心是诈骗，每掷1次消耗2点信仰，那这些信仰哪儿去了呢？联想到延迟部落的商人做派，以及我方部落人民的智商水平，我怀疑这蓝妖头子背后就是某一位神明做局，利用延迟部落到处搞骗局。至于掷中6获得一件祭品，这玩意儿概率完全不受管控，他说中就中，说不中就没中，突出一个明目张胆的暗箱操作。爱因斯坦说得好，上帝不掷骰子。不过既然延迟部落送了东西，也没有不收的道理。赞美你们的贡献，神明大人会非常喜欢的。我一点也不喜欢，转身直接把蓝妖骰子丢进神。信仰加10，果然不值钱。在小人忙忙碌碌的过程中，旱季渐渐过去，大地重新恢复了些元气，天空也下了几场雨。不过秋天还没持续多久，天上就飘起了雪，冬天又来了。
与农夫们所预计一样，今年田里小麦收成很差，粮食储备整体亮起黄灯。好在土豆补得及时，不然这个冬天食物缺口很大，甚至会造成人口减员。而在这一个不算漫长的冬天里，大蒜部落发生了2件事。第一件事是盐池部落过来高价购买了一部分粮食。根据盐池部落小人的说法，由于旱灾持续太久，这一年盐池部落接触的其他部落大都陷入了粮荒，而大蒜部落已经算是粮食较为富裕的区域。第二件事是盐池部落来了一批移民，他们中有2名木匠、2名药师、1名盐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蒜部落吸引来了一批专业人士。我倒了杯加冰可乐，撕开一包青瓜味薯片，俯瞰部落小人们忙碌劳动，我感觉自己仿佛和他们融为一体，身体也变得更有力量了。哥不掷骰子，哥只要稳稳的幸福。不久后，春天让万物复苏，也带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东面河流上出现了5艘独木舟，他们行驶速度极快，一路靠岸。驾驶独木舟的清一色都是女性小人，她们皮肤颜色较深，头发披散，穿着一种覆盖全身的软皮甲。你们交出强壮的男人，否则就是我们东河部落的敌人。快把强壮的男人送上船，不然就把你们全变成奴隶。谁能想到这群刘亦菲什么都不抢，只抢男人。你们交出强壮的男人，否则就是我们东河部落的敌人。快把强壮男人送上船，不然就把你们全变成奴隶。收到消息，先知和萨满一路赶了过来，与他们一起过来的还有多名部落的猎人。先知那么着急去哪啊？我乃生我罢了，我去看看生男的还是生女的。很快，大蒜部落的小人赶到河边，双方在河边对峙起来。这时候，独木舟后的河里忽然钻出2头怪物，他们头顶海怪 LV8的标志，海怪有5个人合一起那么大，身上遍布鳞甲，它有蜥蜴一样的脑袋和躯体，口中遍布利齿。大蒜部落的猎人纷纷射箭，但弓箭对海怪那层鳞甲似乎毫无作用，根本伤不到他们。你们太弱小了，我们海怪的数量你们无法想象，随时可以毁掉你们部落。不过你们有很多强壮男人，东河部落很喜欢，交出男人，我们保护你们。弱小的部落，献上强壮的男人，不要不识好歹。这次我没有干涉，就这样看着大蒜部落准备怎么处理这一次的危机。我们愿意给你们5个男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不过东河部落不能进攻大蒜部落，还要确保我们周围河流的安全。东河部落会保护你们的，弱小的男人们，快把男人送过来，要强壮好看的。就这样，大蒜部落和东河部落第一次接触和冲突，以大蒜部落派出5名男子和亲作为结果。随着东河部落的离开，河流边界进一步朝东面扩展，水面上出现一片木船搭建而成的水上浮岛，正是东河部落的聚居点之一。我将视角锁定在东河部落上空，仔细观察起来。东河部落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人数目测有上百人。他们最高领袖叫做祖母，是一位女性长者。而东河部落的源头是大型氏族东海氏，东海氏生活在更东边的辽阔东海上，掌控很大一片海域。我着重关注着大蒜部落割让的5个男性小人，他们被分配给了几名女船长，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这些大蒜部落的男子几乎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在船岛上晃悠。这么说也不准确，他们也有自己要履行的义务。东河部落的女人会将他们抓进船屋，出来后男人们就会浮现出一个虚弱的表情。而对于这种部落共享好朋友的情况，女船长们似乎习以为常。我准备做一个试探，点开奇迹，花费30信仰，选择飓风。看，是风暴，风暴会卷起不少鱼，可能还有螃蟹，真好呀！赞美奇神，给我们送来食物。就在我的疑惑中，飓风靠近船岛时忽然崩溃一空，变成微风拂过周围，散去的飓风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雨，落在了船岛甲板上。因为神明图腾庇佑，您的奇迹无法生效。哎呦，牛啊！我倒要看看你能挡几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雷姆顺产下闪电了吗？七神图腾碎了，完蛋了！七神抛弃我们了。妖神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首领祖母见状，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带着今年所有的海怪蜕皮，回到氏族神殿去献上祭品，祈求新的图腾恩赐，封锁河面，避免被其他部落知道图腾被毁，直到新的图腾回来为止。把女奴隶都喂给海怪，让他们能更早蜕皮。东河部落向氏族求援的船队迅速出发，5艘独木舟载着祭品海怪皮，由3头海怪护航。离开船岛后，一路朝东行驶。就在船只远离部落后，我点出闪电，直接将5艘船全部笼罩。祭品被焚烧殆尽，而幸存的小人们在海怪帮助下，艰难地逃回了船岛。所有海怪皮都被烧掉了，我们回不去了。闪电，到处都是闪电，闪电不让我们离开。部落完蛋了，部落完蛋了。祖母到底是部落首领，他这时候展示了一个领袖的沉稳和决断。有奴隶说是大蒜部落的妖神降下惩罚，我们去一趟大蒜部落，和他们和解。东河部落激怒了妖神，想要得到宽恕，必须献上信仰。
你们需要建造神殿，供奉妖神。东河部落向您献上了一件祭品，请问你结束。北风萧萧。这件祭品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可以天价卖给那些空军钓鱼佬。神明收下了祭品了，献上的是部落最重要的宝物，这下应该会让神明息怒吧。东河部落的态度变为友好。在众人欢呼雀跃时，祖母孤身进入神殿，向着妖神朝拜。伟大的妖神，请您宽恕我们的失礼。我们东河部落肩负着饲养海怪的使命，可从去年开始，海怪们就病了，病得很严重，已经死了3头，如今只剩下7头。如果部落的女人再也无法生下海怪，提供给神殿海怪蜕皮，那么我们部落就会被东海市彻底抛弃。难以置信，巨大的海怪居然是东河部落的女人生下来的。你们没有资格在大蒜部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我们谈判。经常背叛的朋友都知道，盟友间没有永远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神明大人，我找到了贝壳部落，可是现在遇到了麻烦。久无音讯的蔡淑芬终于发回信息，她在南部沙漠里找到贝壳部落，但和传言不同，贝壳部落如今仅剩下32人。过去他们世代居住的绿洲也被一伙沙漠怪物给占领。蔡淑芬与他们相遇时，贝壳部落正遇到了一伙沙漠强盗。淑芬果断出手，对于这群弱鸡，淑芬并没有使用技能，只是平面就将这群强盗干掉半数。大人，虽然这伙强盗蒙着脸，但穿的却是亚麻服饰，背着布包，是岩池部落的人。通过淑芬之眼，处于固定俯瞰视角的我就能知道这片沙漠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人，根据贝壳部落的描述，沙漠中的强盗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而在怪物袭击绿洲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件事。岩池部落曾经找到过贝壳部落，想要让他们为岩池部落在沙漠中运送货物，并且在绿洲建立岩池部落的据点。这一点遭到了贝壳部落的反对和拒绝。在那之后不久，原本远离绿洲的沙漠怪物忽然暴动，大量朝着绿洲来袭，贝壳部落难以抵抗，就只能放弃绿洲，暂时逃走。逃走的过程中，沙漠强盗趁机出动，嘎掉了许多贝壳部落的人，抢夺他们的骆驼和羊群。岩池部落非常危险，这是淑芬最后得出的结论。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我看了一眼已经被带回大蒜部落的俘虏，忽然脑子有了一个想法，把这11个俘虏都送给东河部落，算是给他们的援助。是，大人。得到命令后，蔡淑芬与祖母进行了见面。竟然是使徒大人！祖母表现得极为吃惊。幸好部落一直在祷告和祭拜，普通神明是没有办法拥有使徒的。看来妖神是和奇神同样层面的恐怖神明。看着祖母的内心独白，这也让我警惕起来。那位奇神也有使徒，如果遇上的格外小心。东河部落的态度变为亲密。送出这批俘虏，果然得到了东河部落的感激和好感。于是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边。大蒜部落和贝壳部落融合，信仰得到了些许提升，人口上升到347人，信仰值涨了120点，总信仰值恢复到160点，奇迹储备再次充足起来。而贝壳部落残部的加入，给大蒜部落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大蒜部落开始养骆驼后，骆驼开始代替了过去的人力，用以驮运木头、石头和鱼等重物，大大增加了运输和收集效率。小人们开始骑着骆驼到处探索，有了这种交通工具，部落小人的移动范围大幅度扩张，他们能够短时间里进出森林和群山。大蒜部落也第一次踏足沙漠，在里面寻找可用的资源。羊的出现更是带来了2种重要资源：肉和羊毛。驯养羊之后，肉类就有了稳定的供应，羊毛更是一种保暖的重要材料。我重点关注的对象是贝壳部落残部的首领沙汉，他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顶着占星师的称号。与沙汉有些相似的是萨满列仓，占星师和萨满的能力都具有很强操作和应用性。来到大蒜部落后，占星师就坐在神殿边，他支起了一个羊皮帐篷，一边供奉神明，一边观察星象占卜。大多数时候，他充当着部落的气象预报员。大蒜部落融合了贝壳部落，进一步扩展了边界和产业，加上食物进一步丰富充裕，部落的人民多数时候心情都很愉悦。另一边，东河部落的情况却在持续恶化，本来海怪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就在不断虚弱和死去。现在活着的海怪只剩下2头。大人，我在东河部落用弥留祈祷唤醒了海怪亡灵，经过询问查证后，确定他们的病因是中毒。海怪平时在水中觅食，吃的是鱼虾和贝类，不过最近1年以来，水底忽然多了一些很奇特的肉。吃下这些肉后，海怪们就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就会让海怪嘎掉。海怪投毒事件背后针对的是东河部落，这种搅屎棍一样的风格，让我立即想起某个群体——岩池部落。大人果然已经看破一切。思考片刻，我便做出决定，告诉东河部落真相，再告诉他们大蒜部落愿意在河边提供一片土地，供给他们在陆地生活安家，这样贸易方便，双方也可以互相照应。是，大人。
就在这个一切向好的背景下，盐池部落却发出了不太和谐的声音。大蒜部落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供应的盐也一直对大蒜部落给予最优惠的交易价格。但大蒜部落绕开我们，和危险的东河部落进行交易，这样是不明智的，严重扰乱了交易市场，影响到了整个盐池部落的利益。所以你们必须停止这一行为，并且对我们做出相应赔偿。另一件事是，现在外界盐价不断上涨，各个部落都缺盐，所以我们需要上调价格。过去他们还会假惺惺说点场面话，现在已经图穷匕现。这些都是大蒜部落不可能接受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们欢迎任何合作的朋友，但绝不会接受威胁。愚蠢的野蛮人，盐池部落不再认为你们是朋友。盐池部落的人气冲冲离开，钻入西面的山里。我点出奇迹中地震，选中了西面和大蒜部落接壤的群山。随着奇迹降临，地动山摇中，山上的巨石不断滚落。完蛋了，通道被切断了，损失太大了。想玩经济之财，懂不懂什么叫做闭关锁国啊？我发现我的电脑居然能连接二维世界。二维的土著还把我封为神明，而我也可以把现实自己中的物品赐予他们。而我的大蒜部落需要与外界接触的通道，理论上有3条路：往北一直穿过森林，再进入北部世界；向东跨过东河，一路进入东海；朝南进军沙漠，重新打通绿洲。3条路线中，森林之路最为凶险，这也是淑芬的原话。大人，森林深处有森林元素生物存在，它们数量不明，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具有很强攻击性，哪怕能开辟出一条道路，也随时可能有元素生物骚扰，会有隐患。往东开始的水上贸易和航行，则需要发展出更好的造船术。独木舟能用来打鱼和水上移动，但无法支撑远距离航行。造出更大更坚固的船需要时间。相对而言，沙漠是最好的选择。贝克部落多年居住在沙漠，对这片环境很了解。沙漠中的危险在于沙尘暴和恶劣气候，此外就是沙漠怪物和强盗。在沙漠的诸多危险中，沙漠怪物又是最大的威胁。所谓沙漠怪物是一种叫做沙虫的巨大虫子，它们生活在沙漠地下，体型庞大如巨型蚯蚓，表皮粗糙坚韧呈黄褐色，石头和木头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沙虫捕猎骆驼，也吞噬消化各种坚硬的石头，它们是沙漠中的巨无霸，对贝克部落而言就是无法抵御的天灾。我在寻找贝壳部落时宰过一只虫子。你能处理那些虫子吗？是的，大人，要全部改掉吗？我一听就意识到有戏，猎杀沙虫是其次，首要目的是夺回绿洲，打通沙漠里通往外界的通道。当然，能尽量减少沙虫数量是最好的。那需不需要支援？大人，你手下的弱鸡并不能帮到什么。好吧，那即刻出发。随后，淑芬找到了那一片被占领的绿洲，它周围有一堆黄褐色的长虫尸体，这些虫子只有上半身暴露在沙漠里，看起来就像巨人从地底探出的手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淑芬开启认真战斗模式。之前对付蛮人英雄，淑芬只用黄瓜就能爆杀，完全没到动用能力的时候。可见沙虫强过蛮人英雄不少。太淑芬使用了神迹森林之剑，召唤了元素生物，斑纹猞猁。我看得一阵激动，森林之剑总算是发动成功了一次。从能力和属性来看，斑纹猞猁明显是一个刺客，擅长埋伏偷袭，伤害足，速度快，等级也还算不错。市民，我有一个请求，他们太弱小，跟着我没有什么作用，但可以在森林里保护大蒜部落的人类。能否先将创造出的弱小元素生物都先派回森林，让他们继续成长，等以后数量积攒多一些，他们才能派上用场。我觉得可行，攒兵一波流也是一种经典战术。行，恩准了。神明大人，您真是太英明了！淑芬单枪匹马剿灭了占领绿洲的沙虫，也恢复了沙漠中唯一的中转地。不过可惜的是，贝壳部落世代经营的绿洲基业还是毁于一旦。昔日的绿洲如今只剩几个凹陷坍塌的沙洞，其他一切都化作了残破废墟。大人，我用弥留祈祷询问了这里的王者，他们告诉我，沙虫攻击这里是为了抢夺绿洲地下的铜矿。沙虫喜欢矿石，它们会将矿石吃下，把金属元素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从而强化自己的躯体。这里铜矿数量并不多，现在已经被沙虫们都吃掉了。沙虫是一种能长期不进食的魔物，它们遇到铜矿和铁矿就会疯狂进食，直到将所有矿石全部消化。我看着地上的虫尸，忽然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既然矿石都被沙虫们吃下强化身体，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铜矿仍然是沙虫尸体的一部分？检查一下尸体里看有没有铜。是，大人。太奇妙了，就和大人您说的一样，沙虫的外皮下有一片片铜片，这些铜片非常坚固。接下来，大蒜部落的猎人们跟着蔡淑芬进入沙漠，来到了绿洲。当目睹一地巨蛇般的沙虫尸体时，小人们表现得十分亢奋。多么强壮的怪物，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定很可怕。他们的皮比海怪的还要厚，身体比海怪还要大，怪兽肉、皮革，还有坚固的骨头。大丰收啊！咦，沙虫皮里有东西，这是铜，是铜。大蒜部落发现了铜，
接着小人们忙忙碌碌将沙虫尸体用骆驼一路运回大蒜部落。这次沙漠之行，蔡淑芬清理了沿途沙虫，重新疏通了大蒜部落这一带平原和绿洲的通道。这时候我忽然收到一条提示，为了感谢您收复了贝壳部落旧址，占星师沙汉将采矿术传授给了大蒜部落。居然还留了一手。接下来的时间里，蔡淑芬又一路砍翻沿途的沙虫，走出了广袤的南方沙漠，来到了一片崭新世界。那是一个叫做奥丹姆的城市，文明程度远超大蒜部落。奥丹姆建在海边，掌控出海口。城市里不仅有排列整齐的房屋、笔直交错的石板路，还有各种齐全的商店。城内坐拥上万人口，靠海的港口还停泊了一些渔船和帆船。唯一的问题是，奥丹姆的居民不是人，这是一座精灵居住的城市。海域境内，生人皆行。